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开播后，半个娱乐圈撑腰，杨洋包场，马思纯无条件支持，陈都灵这波打脸太狠。你们知道这剧开播前有多离谱吗？评论区攒了17万条骂声，就因为官宣的时候2个主演名字后面跟了个括号，写着排名不分先后，按姓氏首字母排序。好家伙，粉丝直接炸了锅。陈都灵粉丝觉得原著楚后是大女主文，凭啥要平番？周逸然粉丝也不乐意，觉得自家哥哥里外不是人。12个小时话题阅读量冲到8个亿，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剧已经播完了。然后有意思的来了，陈都灵直接空降超话发小作文，说自己出道10年。接这戏是被楚朝这个角色打动，他还劝粉丝，如果因为我对你造成了困扰，那就放下手机，专注现实生活吧。周逸然也跟着发，说大家要珍爱行业环境，珍视合作伙伴。结果呢？陈都灵被自家粉丝骂软弱，超话签到人数掉了40%。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儿？2个主演在那儿拼命灭火，粉丝在后院放火。但6月2号乔楚一开播，画风突然就变了。杨洋、宋威龙、张婧仪、关晓彤、惠英红、孟子义，超过20个艺人集体转发陈都灵的开播微博，一个个配文支持楚朝。杨洋、孟子义、关晓彤直接搞云包场，花钱给剧集佳作。摩登兄弟刘宇宁更绝，直接唱了片尾曲。最让我心头一暖的是马思纯，甩出一句永远无条件支持陈都灵，这话放在娱乐圈比10个奖杯都重。说到杨洋这事儿，你们知道有多戳人吗？10年前左耳的初代同事，去年陈都灵宴会时开播，杨洋就以个人和工作室名义官宣包场。这次陈都灵直接还了个大的，杨洋新剧《雨霖铃》上线，他包了1000个座位，1000座啊各位！娱乐圈互相包场撑场面，能包几百张已经很够意思了，这诚意直接拉满。2021年还有人拍到2人深夜在横店火锅店聚餐，那时候左耳都上映6年多了，还能私下约着吃饭聊天，这关系真没得说。结果呢？乔楚开播16分钟，楚朝这个角色热度直接破亿，创下优酷女性角色热度最快破亿的记录。开播13分钟登顶猫眼热度榜，广告位一口气拿下10个。但说回剧本身，陈都灵这回演的楚朝设定其实不算新鲜，边境将军之女被世子萧洵盯上他爹的20万大军。最后在他22岁生辰那天，楚家满门被灭，他爹被一剑斩杀在自己面前。然后老天开眼，时空倒转，重活一世。说白了就是重生复仇那一套。但关键是陈都灵演出了不一样的东西。预告片里他那个红衣战损的镜头，骑马踏过尸山血海，眼神冷得能冻死人。据说他为了练朝堂上走路的威仪，每天绑着3公斤铁沙袋练步态。说实话，陈都灵以前给人印象就是清纯校花左耳里那个样子，走到哪儿都像随时要碎掉。但这2年他变了，你们知道他干了什么吗？他差不多住在横店了，从云之羽的蓝夫人到一念关山的萧炎，再到永夜星河的静妖。不管戏份多少，一部接一部的刷脸。2023年长月烬明是个转折点，他演的叶冰上，前期温婉隐忍，后期黑化偏执，而且他一人分饰3角腹黑狠厉的天欢，柔弱隐忍的墨女，偏执阴郁的叶冰上，3个角色反差极大，被他演得层次分明。编剧何妨评价他把恶女演出了悲情底色。导演居觉亮更说他不是在演角色，而是在吃角色。豆瓣上有观众分析说他演天欢扭脖子那段表情狰狞，
有人截图说是黑图，但那就是蛇被逼到绝路喷毒液的感觉，很辣到位。那段静音只看画面都能感受到天欢的恨和恶，演戏不是拍写真，只关注美丑可演部好戏。去年宴回时播出，开播11天热度破3万，进入腾讯视频爆款俱乐部。陈都灵作为一番女主，算是稳稳把剧扛住了。她演的庄寒燕不是金手指爽文女主，而是生于污名、长于污名，靠智谋和坚韧步步逆袭的觉醒型女主。而且你们知道她有多较真吗？为吃透角色，她会为长月烬明的叶冰裳研究罪犯心理，为宴回时的庄寒燕学习明代礼仪，茶道与马术，驯马戏份摔倒数次仍坚持实拍，为3分钟钢琴镜头每日练琴4小时，手指莫出后剪。片场没戏的时候，他会坚持旁听监视器记录表演笔记，被导演称为跟组演员。所以现在乔楚开播，他说自己接这戏是因为被楚朝这个角色打动。你们信不信？反正我信了。一个会为角色研究罪犯心理的人，他说被角色打动，那是真打动。然后说个更狠的，陈都灵接下来要拍《今天也没变成玩偶呢》无限流题材。你们看看现在在拍的无限流都是什么配置肖战的《十日终焉》，鞠婧祎的《万花世界》，这可都是流量演员里的顶配了。陈都灵能拿下同题材的女主，这局她赢面有多大？你们自己品。今天也没变成玩偶呢，是优酷的项目，改编自同名小说，讲的是2055年玩偶世界降临，人类陆续变成玩偶的危机。陈都灵演一个双腿残疾的高智商少女白幼薇，外表苍白柔弱，实则腹黑执拗，是团队的脑力核心。这角色你们听听，是不是又像为她量身定做的？白幼薇跟楚朝、跟叶冰裳、跟庄寒燕，骨子里都是一类人，看着柔弱，内里狠得要命。我发现陈都灵特别会挑这种人设，接的角色禁得住分析，不是那种脸谱化的好人或坏人，都是有阴暗面、有层次的角色。豆瓣上有粉丝说得好，有负面情绪、负面戏份的角色，比没有阴暗面的角色更丰满。回到乔楚这部剧，有人说100万字的小说压成24集，怕是要翻车。但宴回时也是改编自小说，播出来还挺香。而且这次编剧是李民，操刀过司藤和宴回时，所以到底是救人还是杀人，就看陈都灵这把刀够不够快了。但我看他这个状态，应该是没问题。毕竟一个能把叶冰裳演出血泪感，能把庄寒燕演到热度破3万的人，再演一个重生复仇的楚朝，那不是轻车熟路。对了，跟你们说个小细节，有次线下活动，陈都灵穿的长裙摆被自己高跟鞋踩住了，主持人走过去蹲下想帮她整理，结果她自己3两下就甩过去弄好了。为了不让主持人尴尬，他直接拽住对方落空的手，一直扶着人家起来。网友评价说：“裙摆可自理，善意不落地。”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圈里人缘好。这跟演技没关系，是骨子里的东西。所以我真不担心乔楚会扑。一个肯研究罪犯心理，肯绑着3公斤铁沙袋练步态，肯让粉丝放下手机去生活的人，演出来的东西不会差到哪去。